依家市面上新嘅 AI 模型真係層出不窮啦，個個都話自己超越舊款，想分得出真假就要靠 benchmark，即係基準測試。簡單啲講啦，benchmark 就好似會考用固定嘅題目同埋完全一樣嘅計分標準去考每一隻 AI，等大家可以喺同一個平台上邊公平對決，睇清楚邊個先至係真正嘅實力派。今日我會同大家講解模型比較方法同埋準則，同我哋作為個人用家點樣去選擇模型。點解需要 benchmark 呢？第一就係要測試佢哋嘅實際能力，幫手公平去揀工具。AI 嘅應用好廣泛，但係冇一個模型可以精通晒所有嘢。例如 MMLU 咧就係專門考綜合學科知識，咁 GSM8K 咧就考數學邏輯啦，SW Bench 就考寫 code 同埋解決真實嘅軟件問題啦。有咗一個統一嘅評估框架，咁我哋就可以根據任務、成本同埋效能嘅限制，清清楚楚比較，揀出最啱用嘅模型。呢啲數據係直接影響用家體驗同埋硬件成本嘅。咁啊，情況就好似去茶餐廳食晏呢，就算個大廚手勢幾好啦，啲嘢食幾高質都好啦，如果出菜慢啲呢，食客一樣會反台嘅。選擇題雖然夠客觀，成本又低，好似權威基準 GPQA 同 MMLU 有嚴格嘅格式，但係 AI 好容易會隨機撞中，或者因為死記硬背而攞到高分。而開放式問答就最貼近人類真實嘅使用場景，但係就極難做到客觀評分，好容易會引入偏見。我哋可以用考車牌嚟想像下，選擇題就好似考筆試啦。咁電腦咧對答案非黑即白、客觀公平，而且一秒就出到成績。咁但係筆試滿分咧，唔代表咧出到街咧就係識揸車啦。開放式問答就好似考路試，考牌官睇住你點樣應對真實路面嘅突發情況啊，最能夠反映出真正嘅手勢同埋駕駛能力。但係同時個考牌官亦都可能會有偏見。行業入邊嘅公開秘密啦，就係數據污染啦。好多人見到啲新 AI 模型喺公開測試榜上邊跑分誇張到接近滿分，但係真正上手用嗰陣，又發現冇想象中聰明。背後嘅主因其實係個模型靠背試卷攞好成績。數據污染即係話係模型訓練嘅階段咧，無論係無意定係特登將本來用嚟做考試嘅題目同答案咧，直接吸晒入個訓練數據庫度。當個模型參加排行榜測試嗰陣咧，根本唔係靠真正嘅邏輯推導嚟作答，純粹只係一字不漏死記硬背啲答案出嚟。但係如果你叫佢去解決現實入邊真實嘅問題咧，佢就會完全唔識變通。嗱，先講下 Chatbot Arena 呢類靠人類投票計出嚟嘅 Elo 分數啦。佢嘅核心概念係透過過百萬次嘅人類盲測投票嚟排翻個排行榜出嚟嘅。個機制就好似搞緊個全港茶餐廳奶茶排行榜啦。你蒙住對眼，每次試飲兩杯唔同茶餐廳嘅奶茶咧，純粹揀翻好飲嗰杯出嚟。Chatbot Arena 網頁就係用呢種數百萬次嘅盲測咧，排翻邊隻 AI 咧最合乎人類嘅口味啦。補充一下，呢條片咧主要係講透過 API 用 AI 模型同你平時用手機 App 同 AI 傾偈完全唔同。咁所以如果你淨係用 ChatGPT 啊、Claude 等等 App 嘅後面講嘅 token 收費呢啲，你未必用得着。但係如果想自己砌應用同 AI agent 咧，就要睇埋落去。明白咗呢啲官方成績表背後嘅機制之後，我哋係現實生活同埋工作入邊，到底應該點樣去揀最適合自己嘅模型呢？首先，千祈唔好盲目去追求官方嘅成績表啊！攞高分嘅模型通常只係考佢答得啱唔啱啊，完全忽略咗你用嗰陣嘅真實感受。就好似我哋平時用 AI 咧，最緊要係睇佢答問題有幾快啦，出字順唔順啊，同埋每次問要用幾多成本啊。如果一隻模型雖然好聰明啦，但係每次開口都要你等幾分鐘啊，或者每次問完都要收一大筆錢嘅話咧，你日常用落一定會覺得好唔順暢啊。
相反，有啲模型雖然實力只係中等，但係轉數好快，落單2分鐘就有得食，性價比超級高。普通人日常用就一定會揀後者啦。所以普通人揀 AI 嘅唯一準則就係自己親自做考官。每個模型嘅強項都唔同，有啲擅長處理數字，有啲就寫作好啲。最實際嘅方法就係抽5到10條你自己日常最常用、最真實嘅指令出嚟啦。例如叫佢幫手翻譯合約、總結、開會錄音或者導宣傳文案，直接俾唔同嘅 AI 去試做。如果我哋睇翻現時市面上3大頂級 AI 巨頭，佢哋其實各有強項，冇一隻係絕對完美嘅。你可以將佢哋想象成平時搭車，ChatGPT 就好似搭地鐵㗎，班次好密啊，去邊度都方便啦。Claude 就好似搭的士，雖然貴少少，但係可以直達目的地。咁至於 Gemini 就好似搭小巴，又平又快。如果拆開逐個功能嚟睇咧，首先係寫作同埋文案，大眾普遍都係最推薦 Claude 嘅。Claude 就好似高級大廚，好注重結構，風格又精準，好適合用嚟寫正式嘅文案。如果你俾同一篇草稿去俾唔同嘅模型修改，Claude 係最擅長捕捉用家嘅寫作風格嘅。尤其係如果你俾埋個範例佢動，佢係可以精準模仿到你嘅語氣同埋格式。ChatGPT 就好多時會刪減得太多內容，留咗啲重要嘅細節啦。不過佢就好似創意餐廳嘅廚師啦，係諗法好多，又夠靈活，好適合用嚟做 brainstorming 同埋寫社交平台嘅貼文。做資料搜集同埋文件分析嗰陣咧，如果遇上過百頁嘅超長報告咧，Claude 做摘要嘅速度係最快嘅，可以係幾秒之內就幫你拆出清晰嘅段落。講到寫程式咧，目前嘅主流共識都係 Claude Opus 系列最強。佢係長時間寫程式嘅過程入邊咧，表現得最穩定。唔會寫下就突然間失憶，好適合用嚟做架構決策同埋好複雜嘅程式重構。如果你想揾個平啲嘅性價比之選咧，Gemini 咧就最抵用啦，做出嚟嘅 UI 外觀都好靚嘅。咁之前有一集都講過用 Gemini 去做一個簡單嘅 landing page，有興趣都可以去睇翻嘅。咁所以有啲人嘅工作習慣就係用 Claude 嚟寫程式，然之後再交俾GPT 去做嚴格嘅檢查。除咗3大巨頭之外咧，好多人都會問啦，AI 模型係咪參數量越大、體積越大就代表越好咧？其實絕對唔係嘅。體積大嘅模型就好似啲經驗豐富嘅專家吸收咗好大量嘅知識，處理複雜嘅醫療分析或者係深度邏輯問題，的確係好厲害。但係缺點就係運行成本好高，而且反應亦都比較慢啦。如果你嘅任務目標好明確，例如只係做簡單嘅資料分類或者初步嘅內容過濾啊，細模型嘅準確度咧，其實已經完全夠用噶啦。最緊要嘅係細模型反應快，收費又平，喺日常工作上邊嘅效率反而更加高。最聰明嘅做法就係將佢哋混合嚟用，就好似一間公司嘅前線，請幾個平價助理負責日常接單同埋處理簡單嘅工作。只有當助理遇到搞唔清楚嘅突發大難題嗰陣，先至將件工作升級，交俾人工最貴嘅總監去處理，就可以同時兼顧到速度、成本同埋質量啦。隨住技術嘅發展，依家好多人都開始用 agent 幫手做嘢嘅。揀 agent 模型嗰陣時咧，最重要嘅其實唔係個模型本身有幾強勁，而係個模型識唔識調用工具，同埋要睇模型係咪可以執行到長任務。而家各大廠商都係向呢方面發展，推出好多反應時間快、專門針對 agent 類工作嘅模型版本。就好似你請人幫手做嘢，模型咧只係個工人嘅努力啦。而工具權限就係你俾佢嘅工具，同一個工人你俾把掃把佢，佢就只可以幫你掃地啦。如果你俾埋成間屋嘅鎖匙佢咧，佢就可以幫你搞任何嘅大工程。之前我都講過好多 AI agent 嘅教學影片啊，大家有興趣可以點右上角睇翻啦，同埋訂閱 DMP 深度學習。
近年中國嘅 AI 模型亦都變成咗市場上邊嘅性價比破壞者，係特定嘅場景入邊表現得非常之突出。咁就首先係 DeepSeek 佢嘅旗艦模型 V4 Pro 有好大嘅參數規模，而推理模型 R1 係數學同埋邏輯上邊咧更加係追到好貼啦。咁最震撼嘅係佢嘅 API 定價真係平到嚇親人。第二個咧係阿里巴巴嘅 Queen，佢係開源社群入邊嘅下載量非常之高，支援好多種唔同嘅語言啊。而且仲支援好長嘅文本內容。咁第三個係寫程式嘅黑馬 MiniMax M3，咁佢係寫程式嘅測試入邊咧成功率非常高，但係價錢就比外國頂級模型咧平好多倍，性價比超級高。第四個係智譜 AI 嘅 GLM 系列啦，佢哋係企業應用同埋 agent 生態方面做得好好，甚至有完全免費嘅 Flash 模型可以俾大家用。而呢啲國內模型通常都仲有月費計劃啊，好似自助餐咁，俾1個月嘅錢就等你用到夠。不過咧，佢通常都有rate limit，意思就係每小時或者每分鐘計你用幾多，超過額度就會限速。不過整體嚟講，一般嘅使用都好難會觸發。我哋睇下最實際嘅 API 收費同埋訂閱預算啦。API 嘅收費係按 token 嚟計嘅，你俾 AI 嘅提示同埋 AI 答翻你嘅內容係分開收費嘅。通常答嘅內容會貴過問嘅內容，而報價呢，一般都係以每100萬 token 嚟做單位。咁所以想揀到最適合自己嘅模型，大家可以歸納分開做3個步驟。咁第一步就係睇任務嘅性質，要高質素處理複雜邏輯嘅就揀推理模型，雖然起步比較慢，但係思考得夠深，要極速反應做實時客服嘅就揀聊天模型，轉數係最快嘅。如果需要處理大量圖像或者影片呢啲多媒體分析呢，目前係由 Google 嘅技術領先呢， Gemini 會係一個好好嘅選擇。第二步就係計掂個預算充足嘅可以直接俾錢用最頂級嘅付費模型。如果想零預算或者想高度自己控制嘅話呢，就可以考慮用開源免費模型。最聰明嘅策略係行分層做法，就好似開公司請人，平價模型就好似初級文員每日幫你處理幾千封普通嘅電郵，頂級模型就即係好似資深經理遇到好大單嘅生意先至出動。第三步就係用自己真實嘅工作去考佢，又或者上網睇下其他人對模型嘅主流評價呢，分清楚背後嘅機制，用你自己最真實嘅指令直接俾唔同嘅 AI 試做，咁啊邊個做出嚟最好最合你心水嗰隻就係最適合你嘅模型。希望今集幫大家揀到適合自己嘅模型。如果覺得幫到你，記得俾個讚，訂閱 DMP 深度學習，我哋下次見。